我睁开眼的时候，入目是一顶绣着鸳鸯戏水的帐幔，不是 KTV 包厢的霓虹灯，不是出租屋发霉的天花板，是一顶货真价实的、丝滑到反光的，一看就很贵的帐幔。我眨了眨眼，又眨了眨眼，帐幔没变，鸳鸯还在戏水。我猛地坐起来，一阵眩晕袭来，脑子里像灌了浆糊一样混沌。我低头看自己，不对，这不是我的身体。我有一副宽阔的胸膛，结实的手臂，8块腹肌，那是作为酒吧男模吃饭的本钱。而现在，这具身体胸口多了2坨不该有的东西，肩膀窄了，手臂细了，皮肤白得像剥了壳的鸡蛋。我伸手捏了捏，软的，有弹性。我吓得把手缩了回来，又伸出去捏了捏，还是软的。完了，小姐，你醒了。一个梳着双环髻的小丫鬟从帐子外探进头来，圆圆的脸，圆圆的眼睛，像一只受了惊的仓鼠。她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汁，药味浓得呛鼻子。我张了张嘴，声音从喉咙里溢出来，又细又软，像糯米团子。你叫我什么？小姐啊。小丫鬟眨了眨眼，伸手来探我的额头。您是不是烧糊涂了？大夫说您落水受了寒，得好好养着。这药是太医院开的，您趁热喝。小姐，我是小姐，我是女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闭上眼睛。3秒钟后，我又睁开，还是那个帐幔，还是那个小丫鬟，还是这具陌生的身体。我慢慢躺了回去，盯着帐顶的鸳鸯，开始努力回忆。我叫小晴，是夜色酒吧的头牌男模，别误会，不是那种，我是正经的 T 台模特，身高188，肩宽腰窄腿长，走一场秀顶别人干1个月。那天晚上酒吧周年庆，我喝了很多酒，记得自己从2楼的旋转楼梯摔了下去，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再然后就是这里，我抬起手，看着那5根细白如葱的手指，这双手以前能单手开啤酒，现在大概连瓶盖都拧不开。小姐，相爷下了朝就来看您，您可别再跟他置气了。小丫鬟一边给我掖被角，一边絮絮叨叨。夫人走得早，相爷一个大男人不会带孩子，您多体谅体谅。上次您非要出门看花灯，相爷不让，您就跳湖，这可使不得啊。跳湖？原来原主是跳湖死的，我这是捡了个现成的身体。相爷、夫人、小姐，我这是穿越了，还穿成了一个女人，还是一个相府的小姐，而且这小姐还是个烈性子，动不动就跳湖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看来原主的日子不好过。叮，一声清脆的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，我整个人僵住了。宿主身体适配度100%，记忆融合中，融合完成。当前身份：大梁丞相沈重远之嫡长女沈昭宁，年16，性格特征：胆小懦弱，不善言辞，但内里倔强。死因：失足落水。宿主当前目标无，建议宿主尽快适应新身份，避免暴露。不是吧，老天爷，你让我穿越就算了，还给我配了个系统。系统，你能干什么？本系统为人生轨迹辅助系统，功能包括身份识别、危险预警、技能学习、任务发布、声望统计、商铺经营、建筑蓝图等，更多功能待解锁。能把我变回去吗？不能。能让我回现代吗？不能。那你能干什么？本系统可以协助宿主在这个时代活下去，并且活得好。我闭上眼睛，不再理他。活下去，活得好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被困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，你让我怎么活得好？小丫鬟见我不说话，又絮叨起来。小姐，你也别太难过，三小姐抢您的簪子，二姨娘说您坏话，您就当没听见。您才是嫡长女，他们在蹦跛也越不过您去。我抓住了重点。三小姐，二姨娘，我还有姐妹。您忘了，二姨娘生的三小姐沈婉清比您小1岁，最会讨相爷欢心。还有4小姐沈婉宁才10岁，是4姨娘生的。5少爷沈昭远也是2姨娘的。小丫鬟掰着手指头数。好家伙，一大家子。我头疼的揉了揉太阳穴，这古代大家族的水深得很，我一个穿越过来的假千金怎么应付？系统有办法吗？本系统可以协助宿主识别个人物关系及危险程度，建议宿主先养好身体，再徐徐图之。徐徐图之？我一个摆烂的人，图什么？我在床上躺了3天，不是病得起不来，是不想起来。以前我是酒吧最靓的仔，现在我是相府最废的千金。以前我走秀一场赚5位数，现在连床都下不了。以前我算了，不想了，越想越气。小丫鬟叫清河，话多得像连珠炮，每天从早到晚在我耳边嗡嗡嗡。什么三小姐又抢了您的簪子，什么二姨娘又在相爷面前说您坏话，什么老夫人念叨您该学规矩了。我听着啊的敷衍着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关我屁事。第4天，我决定起来走走，不是因为想通了，是因为躺得腰疼。清河给我梳妆打扮，我坐在铜镜前，看着镜子里那张脸。说实话，原主长得不差，柳叶眉，杏核眼，鼻梁高挺，嘴唇不点而珠，皮肤白得像上好的羊脂玉，头发黑得像泼墨，就是瘦的颧骨微微突出，下巴尖尖的，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小姐，您真好看。清河一边给我插簪子，一边说：“好看有什么用？”我嘟囔了一句，又不能当饭吃。清河没听懂，继续在我头上忙活。我由着他摆弄，脑子里盘算着接下来该怎么。我是男的，现在是女的，我是现代人，现在在古代，我没钱没势没靠山，唯一有的就是一个不知道有什么用处的系统，怎么办？搞事业。我一个女的，在古代能搞什么事业？做生意，抛头露面被人笑话，考科举，女的不能考，造反，我没那个胆儿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一个字：躺。对，躺平，摆烂，混吃等死。反正我现在的爹是当朝丞相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养我一个闲人绰绰有余，我就当度假了，吃吃喝喝睡睡，等哪天老天爷想起我了，再把我送回去。想通了这一点，我豁然开朗。摆烂的第1天，我去找丞相老爹要钱。丞相老爹姓沈名重远，40出头，脖子脸，蓄着短须，看起来是个不苟言笑的人。他坐在书房里批公文，见我进来，放下笔，眉头微微皱起。昭宁，身子好些了？好多了。那便好，有什么事？我笑眯眯地伸出手。爹，女儿想买点东西，手头紧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多问，让人从账房支了100两银子给我。银票递到我手里的时候，他又说了一句：“昭宁，你身子刚好，别到处乱跑。上次落水的事，为父不追究了，但你得记住教训。”100两够普通人家吃1年的。我捏着银票走出书房，
房，心里乐开了花。这个爹能处，有钱他真给。我带着清河出了襄府，直奔京城最繁华的东大街，绸缎庄、珠宝铺、胭脂坊、酒楼茶馆，一家一家逛过去。以前我是男的，对逛街深恶痛绝，现在我是女的，但骨子里还是那个厌恶逛街的男人。可是为了败家，为了花钱，为了把那100两银子尽快挥霍掉，我忍。绸缎庄里，掌柜的见我是襄府小姐，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。大小姐，您看看这匹云锦，江南织造局进贡的，整个京城就这一匹。买了，这匹蜀绣，双面异色，是蜀中老师傅绣的。买了，这匹都买了，掌柜的愣住了，嘴张得能塞进一个鸡蛋。都买了。都买了。我把银票往柜台上一拍，清河在旁边急得直跺脚。小姐，您买这么多布做什么？您一年也穿不完。穿不完，放着看。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绸缎庄。珠宝铺里，我又如法炮制，金钗、玉镯、珍珠项链、玛瑙耳环，看上的统统买下。掌柜的手都在抖，大概是没见过这么豪横的顾客。胭脂坊里，我把当季最贵的胭脂水粉扫了个精光。掌柜的笑得合不拢嘴，亲自把我送出门口。100两银子，一个上午就花光了。我站在街边，看着清河大包小包的跟在后面，心里涌起一股说不出的满足感。花钱真爽。回到相府，丞相老爹看着我身后小山一样的包裹，嘴角抽了抽。昭宁，你这是买东西。买了什么？不，首饰、胭脂。花了多少？100两。他沉默了3秒钟，然后深吸一口气。下次花钱悠着点。好。我乖巧的点头。第二天我又去找他要钱，这次要了200两。第3天300两。第4天，丞相老爹把账房先生叫来，当着我的面交代，以后大小姐每月支500两，不用报我。我差点笑出声来。每月500两，这个爹是亲爹。1个月后，我成了京城有名的败家女。不是我想出名，是花钱花出了名。京城各大店铺的掌柜都认识我了，一看见襄府的马车，就笑逐颜开的迎出来。我把东大街逛了个遍，又去西大街、南大街、北大街，绸缎、珠宝、胭脂、古董、字画、香料，只要是我没见过的，统统买下。襄府我的闺房里堆满了各种用不上的东西，清河每天收拾到半夜，累得直哭。小姐，你买的这些东西，有的根本用不上啊。他一边叠布一边抱怨，用不上就送人。送谁？你。清河愣住了。送我。那匹粉色云锦，做身衣上你穿肯定好看。清河的眼眶红了。小姐，您对奴婢太好了。我看着她的眼泪，心想这丫头也太好哄。不过反正钱花不完，不花白不花。除了买东西，我开始吃喝。京城最好的酒楼叫醉仙楼，在城中最繁华的地段。我每天中午去，点一桌子菜，吃不完就赏给门口的小乞丐。醉仙楼的掌柜姓周，人称周掌柜，是个40多岁的胖子，笑起来像弥勒佛。他第一次看见我一个人点12道菜的时候，眼珠子差点掉出来。沈大小姐，您一个人吃这么多？吃不完赏人。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最终什么都没说，毕竟有钱的是大爷。我把醉仙楼的菜单吃了个遍，红烧狮子头、清蒸鲈鱼、烤乳猪、佛跳墙、东坡肉、龙井虾仁。说实话，味道比现代那些用调料堆出来的菜好太多了，食材新鲜，火候讲究，每一道菜都像艺术品。我吃的心满意足，体重也蹭蹭往上涨。清河说我胖了，更好看了。我说你闭嘴。我还开始听曲，京城最有名的戏班叫庆河班，当家花旦叫小云仙，唱腔婉转动听，身段婀娜多姿。我每次去都坐第一排，点最贵的茶，赏最多的银子。小云仙在台上唱，我在台下嗑瓜子，日子过得赛神仙。小姐，您这样花钱，相爷知道了会不会生气？清河忧心忡忡。他说的每月500两，不用报他。可您这月已经花了800两了，那就预支下个月的。清河不说话了。就在我以为日子会这样舒舒服服过下去的时候，系统忽然响了。丁知县任务触发，帮助城东难民。任务描述：近日连降暴雨，城东低洼处积水成灾，数百难民无家可归，建议宿主捐出部分物资救助灾民。任务奖励：生存点加100，隐藏奖励待解锁。我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蒙在头上。不吧。任务失败将扣除生存点100，生存点不足将触发惩罚。什么惩罚？随机惩罚可能包括身体不适、霉运缠身、意外事故等。我猛地坐起来。你有病吧？我一个摆烂的人，你让我去做好事。本系统旨在引导宿主走向积极向上的人生。我不积极，我不向上，我就想混吃等死。扣除生存点100，当前生存点-100，触发惩罚，轻度霉运。话音未落，房梁上一块灰尘掉下来，正好落在我刚喝的茶水里。我盯着那杯浮着灰的茶，沉默了很久。系统，你狠。第二天，我让清河把襄府仓库里囤积的那些用不上的物资清理出来，布匹、粮食、棉被、药材，装了整整3大车，拉到城东去赈灾。难民们看见物资，先是愣住，然后跪了一地。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，老泪纵横。沈大小姐，您是大善人，您会有好报的。我站在难民中间，浑身不自在。我不需要好报，我就想回去睡觉。丁知县任务完成，奖励生存点加100，当前生存点0，隐藏奖励解锁，声望加10。声望？我要声望做什么？又不能当饭吃。回到相府，丞相老爹破天荒的来我院子里看我。他站在门口，看着我堆满物资的闺房，沉默了半晌。昭宁，你今天去城东了？去了。赈灾了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你长大了。我心想，我都30了，但我没说出来。自从那次赈灾之后，系统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任务一个接一个的往外蹦。丁知县任务触发，帮助城西孤儿院。孤儿院年久失修，孩子们饥寒交迫。丁知县任务触发，资助城南学堂。学堂先生病逝，无人授课。丁知县任务触发，修缮城北寺庙。寺庙倒塌压伤香客
特，需要善款。丁，主线任务触发，改善京城排水系统，雨季将至，排水不畅将引发洪涝。我看着最后一个任务，陷入了沉思。改善排水系统，我一个学模特出身的，你让我改善排水系统，我连下水道长什么样都不知道。系统，你确定你没搞错？本系统不会出错，建议宿主发挥现代知识优势，解决实际问题。现代知识优势，我上辈子是个模特，我的优势是走猫步、摆 pose， 在 T 台上扭来扭去。你让我用这些去改善排水系统，但生存点不能是负数。上次霉运的惩罚让我喝了1个星期的灰水，我不想再经历一次。我认命的翻出原主书架上落灰的水晶柱和一些乱七八糟的限制。我花了3天时间，把京城的地形和水系摸了个遍，哪里地势低，哪里容易积水，哪里河道淤塞，哪里排水不畅。又花了5天时间，画了一幅改良版的排水系统，谈不上多专业，但至少比现在这个强。现在的排水系统是什么？就是几条明渠，垃圾淤泥堆满，一下雨就倒灌。我把图纸交给丞相老爹的时候，他看了很久。这是你画的？你懂水利？略懂。我在现代大学选修过一门城市规划，但我不想告诉他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多问，把图纸收了起来。1个月后，朝廷下旨拨款修缮京城排水系统。又过了3个月，工程完工。那年夏天，京城连降暴雨，往年这个时候城里早就淹成河了，今年居然没积水。百姓们奔走相告，说沈丞相英明神武，说朝廷体恤民情。只有我知道，那是我画的图纸。丁，主线任务完成，奖励生存点加500，声望加100，当前声望150，解锁功能商铺经营。商铺经营，我眼皮跳了跳。商铺经营功能解锁后，系统给我发布了一个新任务：开设一间商铺，月盈利达到1000两。我坐在院子里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思考人生。我一个男模，你让我开商铺，我会什么？我会走秀，我会调酒，我会在 T 台上放电，这些在古代能当饭吃吗？等等，调酒，我猛地坐直了。现代调酒不就是把各种酒混在一起吗？古代有酒，有水果，有糖，有香料。我可以搞一个古代的鸡尾酒吧。说干就干，我找丞相老爹要了一笔启动资金，在城东最热闹的地段租了一间铺面，装修成现代酒吧的风格，当然不能太现代，要在古代审美的基础上做调整。木质吧台、高脚凳、昏黄的灯笼、轻柔的纱幔，我还让工匠打了一套调酒器具，模仿现代调酒师用的雪克壶。开业那天，我亲自站台，我穿着一身改良过的胡服，头发竖起来，露出整张脸。虽然现在是女儿身，但骨子里那股男模的气场还在。我站在吧台后面，手腕翻转，酒液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稳稳落入杯中，动作行云流水，干脆利落。围观的客人看呆了，这是调酒？这叫雪克，是西域传来的技法。我信口胡诌。第一款酒，我叫它贵妃醉，用葡萄酒做基底，加了蜂蜜、柠檬汁和少许香料，颜色粉红，酸甜适口。第二款叫塞外寒，用烧酒做基底，加了薄荷和冰块，烈而清爽。第三款叫长相思，用黄酒做基底，加了桂花和青梅，温润绵长。1个月后，我的酒吧成了京城最火的去处，文人墨客、富商巨贾、王孙公子趋之若鹜。一杯酒卖5两银子，比普通酒馆贵10倍，但来的人络绎不绝。月盈利算下来3000两，远超任务要求的1000两。丁，任务完成，奖励生存点加200，声望加50，解锁功能连锁经营。连锁经营，我看着这4个字陷入了沉思。接下来的半年，我把酒吧开到了江南、蜀中、岭南，每一家店都生意火爆，银子像流水一样涌进。相府的账房先生算账算到手抽筋，丞相老爹看着账本沉默了很久。昭宁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商业头脑。我一本正经地说。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的本意是败家，是花钱，是纸醉金迷，但事情的发展似乎偏离了轨道。那天我在醉仙楼吃饭，隔壁桌坐着一个书生模样的人，唉声叹气，对着面前的饭菜一动不动。我本来不想管闲事，但系统的提示音响了。丁，支线任务触发，帮助穷书生赵元起。不吧，生存点-50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端着酒杯走了过去。这位公子何事烦忧？书生抬起头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。他大约20出头，面容清秀，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衫，虽然落魄，但眉眼间有一股书卷气。你是沈相之女沈昭宁。他连忙站起来行礼，动作有些局促。在下赵元起，见过沈大小姐。我摆摆手，示意他坐下。他局促地坐了半个屁股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我让清河又添了一副碗筷，给他倒了一杯酒。喝吧，边喝边说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呛得直咳嗽。我笑了笑，又给他倒了一杯。他告诉我，他本是进京赶考的举子，家境贫寒，寒蝉将近。更糟的是，他前日不慎丢了户籍文书，无法参加科考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说着说着，他的眼眶红了。在下寒窗10载，只为今朝，没想到。他的声音哽咽了。户籍文书这个好办，我让清河去衙门打了声招呼，3天就补办好了。至于盘缠，我从酒吧的账上支了100两银子给他。沈大小姐，这太多了，在下无以为报。他推辞着，手却在发抖。100两银子够他考10次试，考上了就是报答。我随口说了一句，他看着我，眼眶红了，重重地点了点头。在下定不负大小姐厚望。他深深鞠了一躬，转身走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想这小子倒是个有骨气的，不像我以前认识的某些人，拿了钱就没了影。2个月后，电视放榜，赵元起高中探花。他在金銮殿上当着皇帝的面说了一句话：臣能有今日，全赖沈相之女沈昭宁相助。沈大小姐仗义疏财，扶危济困，乃当是奇女子。皇帝来了兴趣，沈卿家的女儿。他看向站在朝堂上的丞相老爹，丞相老爹的嘴角抽了抽。回陛下，正是臣的长女。好一个奇女子。皇帝龙颜大悦。消息传回相府，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清河跌跌撞撞跑进来。小姐，您上达天听了，皇上夸您是奇女子。我翻了个身。哦，小姐，
您怎么不高兴？晒得正舒服，被你吵醒了。清河急得直跺脚。赵元起的事只是个开始，自从那次之后，找上门来求助的人越来越多，有穷书生缺路费的，有寡妇被霸占田产的，有小商贩被人欺负的，有老农丢了耕牛的。我一概不想管，但系统一个任务接一个任务的发，生存点扣了又加，加了又扣，我被逼着做了一件又一件好事。有一天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跪在相府门口，说她儿子被冤枉入狱，求我帮忙。我本来想装作没看见，但系统提示音又响了。丁知县任务触发，替张婆婆的儿子申冤，其子被诬陷偷盗，关押在顺天府大牢，若不及时救援，将被发配边疆。生存点-100。我还没说不帮呢。我在心里怒吼。本系统根据宿主的心理活动预判，宿主大概率会拒绝，因此提前扣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让清河把老妇人请进来。老妇人跪在地上，哭得浑身发抖。她说她儿子在布庄做伙计，被东家诬陷偷了银子，顺天府收了贿赂，不问青红皂白就抓了人。我皱了皱眉，这种事儿在古代太常见了，但我一个相府小姐怎么管？系统有办法吗？建议宿主利用丞相之女的身份向顺天府施压，同时收集证据证明其子的清白。我叹了口气，让人去查。3天后，真相大白，是布庄东家自己亏空了银子，嫁祸给伙计。顺天府尹亲自来相府道歉，把人放了。老妇人在相府门口磕了几10个头，额头都磕破了。丁任务完成，奖励生存点加150，声望加30。我看着那个老妇人佝偻的背影，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。不是为了生存点，是觉得这老太太挺可怜的。不知不觉间，我的名声传遍了京城，百姓们叫我沈大善人，说我是女财神，是活菩萨。我坐在酒吧里喝酒的时候，经常有人在外面磕头，我不习惯，很烦。但也有一些事情让我觉得做好事好像也没那么讨厌，比如城西那个孤儿院。我第一次去的时候，里面又破又旧，10几个孩子挤在一间漏雨的屋子里，吃的是稀粥配咸菜。我捐了银子翻修了屋子，请了先生教他们读书，请了大夫定期给他们看病。再去的时候，孩子们围着我，拉着我的手叫姐姐。最小的那个女孩才4岁，抱着我的腿不撒手。我蹲下来看着她脏兮兮的小脸，心里某个地方被轻轻碰了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妞妞。妞妞，以后谁欺负你，来相府找我。她眨了眨眼睛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她笑了，露出2颗缺了的门牙。那一刻，我想败家这件事好像也没那么重要。我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，但相府里有些人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。二姨娘柳氏是丞相老爹的侧室，生有3小姐沈婉清和5少爷沈昭远。她30出头，保养得宜，一张鹅蛋脸，一双丹凤眼，笑起来温婉可人。但我从清河嘴里知道，原主跳湖的事和她脱不了干系。那天原主在花园里赏花，3小姐沈婉清过来挑衅，说原主是没娘的野种。原主气得发抖，二姨娘正好路过，不仅不劝，还阴阳怪气地说：“大小姐，婉清年幼无知，您别跟她计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夫人走得早，您这些年确实没人管教，性子是烈了些。”原主哭着跑了，跑到湖边，不知怎么的就落了水，是意外还是人为？系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，但我心里有数。这天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沈婉清来了，她穿着一身紫色的衣裙，头上戴着赤金衔珠步摇，走路的时候珠翠叮叮当当响。她比我小1岁，长得也不差，但眉眼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刻薄。姐姐好雅兴。她站在院门口，嘴角挂着笑，但那笑容不达眼底。我懒洋洋地看了她一眼。有事儿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来看看姐姐。听说姐姐最近在外面做了不少好事，名声大噪呢。他把好事2个字咬得很重。我继续晒太阳，他见我不接话，脸色有些挂不住。姐姐，妹妹劝你一句，咱们是相府的小姐，抛头露面的事还是少做为妙，传出去别人会说咱们相府没有规矩。我翻了个身，把脸朝向另一边，他终于绷不住了。沈昭宁，你别不识好歹。我坐起来看着他。三妹妹，你来找我，到底想说什么？他咬了咬嘴唇，压低声音。你别以为你做了几件好事就能压过我，你娘已经死了，这个家迟早是我娘的，你识相呢就安分守己，别到处出风头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全是不甘和嫉妒。我忽然有点理解原主为什么跳湖，天天被这种人阴阳怪气，谁受得了？三妹妹，你说完了吗？我站起来，比他高了半个头，虽然现在是女儿身，但骨架还是比普通女子大一些。说完了就回去，我的事儿不劳你操心。他气得脸涨红。还有，我走近一步，压低声音，你娘的那些心思，你以为别人不知道？我爹不是傻子，老夫人也不是瞎子，你们最好安分点。他脸色一白，转身跑了。清河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。小姐，您今天好厉害。我重新躺回椅子上。废话，我哪天不厉害？清河抿着嘴笑。沈婉清告状告到了老夫人那，老夫人是丞相老爹的母亲，今年60有余，头发全白了，但精神矍铄，一双眼睛精明的像鹰。她住在相府后院的正房里，平时吃斋念佛，不怎么管事，但不管事不代表她不知道事。那天傍晚，老夫人身边的丫鬟翠萍来请我，说老夫人要见大小姐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知道这是来者不善。我换了一身素净的衣裳，跟着翠萍去了后院。老夫人的房间里点着檀香，烟雾袅袅，光线昏暗。她坐在炕上，手里捻着一串佛珠，闭着眼，像是在打坐。祖母，我行了个礼。她睁开眼睛，打量了我一会儿。坐吧。我坐到旁边的椅子上，规规矩矩地低着头。原主记忆里，老夫人对原主不算差，但也不算亲。原主的母亲去世后，老夫人接管了府里的事，对原主更多的是尽义务，而非真心疼爱。听说你最近在外面做了不少事。老夫人开口了，声音不大，但很有分量。是，赈灾、修学堂、开酒肆，还帮一个穷书生种了探花。是，你可知道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抛头露面会招来什么？我知道她想说什么。祖母，孙女做这些事不是为了自己出风头。城东难民缺衣少食，孙女看着于心不忍。城南学
学堂断了先生，孩子们无书可读，孙女也于心不忍。至于酒肆，我顿了顿，那是孙女的一点小爱好。老夫人沉默了一会儿，你倒是嘴巧。孙女不敢。你娘走得早，你爹忙，朝堂的事顾不上你。我这些年也没怎么管你，你心里怨不怨？不怨。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像是要从里面看出真假。我坦然地看着他，没有躲闪。过了很久，他叹了口气。罢了，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，我老了管不动了。但你记住，你是相府的嫡长女，做什么事都要想着相府的脸面。孙女记住了。回去吧。我站起来，行了个礼，转身往外走。昭宁，他忽然叫住我，我停下来。你娘若在天有灵，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会欣慰的。我的鼻子忽然有点酸，不是因为原主，是因为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，那个在我15岁就去世的女人，我没能好好孝顺她。谢祖母。我低声说，快步走了出去。那天我正在酒吧吧台后面调酒，一杯贵妃醉刚推到客人面前，清河像一阵风一样冲了进来。小姐，小姐，宫中来人了，皇上要见您。我手里的雪克壶差点掉在地上。皇帝要见我，我一个摆烂的废柴。皇帝要见我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但来的是御前太监，拿着圣旨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围裙解下来，交给旁边的伙计。皇宫很大，大到让我这个走过无数次 T 台的人都觉得腿软。红墙黄瓦，雕梁画栋，3步一岗5步一哨，肃穆的让人喘不过气。我跟着太监穿过一道道宫门，最后到了御书房。皇帝坐在龙案后面，正在批折子。他40出头，国字脸，蓄着短须，眉宇间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。我跪下行礼，他抬了抬手，起来吧。我站起来，低着头，眼观鼻鼻关心。抬起头来。我抬起头，皇帝打量了我一会儿，忽然笑了。沈清家说你性子跳脱，朕看到是个稳重的。稳重的，我心里想，您要是知道我那些败家事迹，就不会这么说了。朕听说你在京城开了一间酒肆，是。听说生意极好。托福。还听说你赈过灾，修过学堂，帮过孤儿，资助过穷书生，都是举手之劳。皇帝放下手里的朱笔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我。沈昭宁，你跟朕说实话，你做的这些事到底是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为了不被系统扣生存点。但我不能这么说。我想了想，说，臣女初时只是为了花钱，花着花着，发现钱花在有用的地方，比花在没用的地方更让人开心。哦。皇帝来了兴趣。如何说？买一匹云锦，挂在那里，看3天就腻了。但帮一个孤儿吃饱饭，他会记您一辈子。皇帝沉默了很久。沈昭宁，你比你父亲会说话。臣女不敢。那天，皇帝留我在御书房说了很久的话。他问我对时局的看法，我拿现代的政治经济学知识糊弄他。他问我对商业的看法，我拿现代的市场营销理论忽悠他。他问我为什么一个深闺女子懂得这么多，我说书上看来的。临走时，皇帝说了一句话：沈昭宁，朕觉得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。我心想，我不想成大事，我只想摆烂。皇帝的话不是随便说说的。1个月后，一道圣旨送到襄府，我被封为宣抚使，负责督办江南水患治理。我拿着圣旨站在院子里，无语望天。系统，这是你安排的。本系统无权干涉皇帝决策，但宿主的声望值已达到500，解锁了政治影响力功能。我没想有政治影响力。本系统理解宿主的意愿，但当前形势，宿主已无法全身而退。我看着圣旨上鲜红的玉玺印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江南水患，我连水利工程的书都没翻完，就让我去治水，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？但皇帝的命令不能违抗，抗旨是要杀头的。我收拾行装，带上清河和几个护卫，一路南下。到了江南，我才知道情况有多糟。连月暴雨，江河暴涨，堤坝溃决，良田被淹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地方官束手无策，只知道向朝廷要银子。我站在堤坝上，看着脚下浑浊的洪水，脑子里飞速运转。前世在酒吧工作的时候，隔壁桌有个常客是水利工程师，每次喝多了就拉着我讲他的工作，我听得耳朵起茧。没想到现在居然派上了用场，泄洪、分流、加固堤坝、疏通河道。我按照记忆中的那些碎片知识，一条一条的安排下去。地方官将信将疑，但皇命在身，不敢不从。1个月后，雨停了，水退了，堤坝没垮，百姓们跪在路边喊着沈青天。我坐在马车里，捂着额头，觉得自己可能真的被系统带偏了。在江南治水期间，我遇到了一个人。那天我在堤坝上视察，一个穿着蓑衣的年轻男子从泥水里走出来，浑身湿透，但眼睛很亮。他走到我面前，行了个礼。在下顾言之，见过沈大人。顾言之名字有点耳熟。你是做什么的？在下是本地生员，自幼熟读水利典籍，听说大人治水，特来献策。我来了兴趣。说说看。他拿出一张地图，铺在石头上，指着上面的河道，条理分明地分析水患成因和对策。他的思路清晰，见解独到，有些地方甚至比我想的还周全。你学过水利？家父曾是河道小吏，在下自幼耳濡目染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有了主意。你愿意留下来帮我吗？他愣了一下，然后深深鞠了一躬。在下愿效犬马之劳。接下来的日子，
顾延之成了我的得力助手，他带人测量河道，绘制地图，监督工程。他话不多，但做事极认真，经常忙到深夜才休息。清河说他长得好看，我说你个小丫头懂什么？有一天傍晚，我在堤坝上独自散步，顾延之从后面追上来。沈大人，有一件事，在下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大人以一介女流之身治理水患，救济百姓，在下敬佩不已。但大人锋芒太露，恐怕会招来祸端。我停下脚步，看着他。你听到什么了？他犹豫了一下。有人在上书弹劾大人，说大人越俎代庖，扰乱地方，还说大人不守妇道。我笑了。不守妇道？他们倒是找个能守妇道又能治水的人来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担忧，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。大人，在下不是那个意思，在下只是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大人出事。风吹过来，他的衣角被吹起，他的脸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认真。我心里忽然动了一下，但很快就把那个念头压了下去。放心吧，我有分寸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转身走了。身后他站了很久。江南水患治理成功，我带着顾延之一起回京复命。皇帝在朝堂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狠狠地夸了我一顿。沈昭宁以一介女流之身，治水有功，赈灾有方，朕心甚慰。丞相老爹站在朝堂上，脸上的表情一言难尽。他大概也没想到，自己那个只会花钱的女儿，居然有朝一日会被皇帝当众表彰。回到相府，二姨娘和三小姐的脸色很难看。他们没想到，我不仅没被皇帝责罚，反而得了嘉奖。姐姐好本事。沈婉清阴阳怪气地说。还行。我懒得理他。姐姐，妹妹有一事相求。他忽然换了一副面孔，笑盈盈地走过来，说妹妹也想为朝廷出力，想请姐姐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，也给妹妹一个差事。我看着他，差点笑出声来。你能干什么？他的脸涨红了。姐姐能做的，妹妹也能做。你能治水？你能赈灾？你能开酒肆？他气得说不出话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三妹妹，你还是在家绣花吧，外面的事儿我来就行。他气得一跺脚，转身跑了。清河在旁边笑出了声。小姐，您太坏了。我坏？我这是为他好。我一本正经地说。回到京城后，我的仕途一发不可收拾，修路、开渠、建学堂、办工厂。皇帝把一件又一件差事交给我，我做一件成一件，成一件就多一份声望，声望多了，系统就解锁更多功能，更多功能意味着更多任务，更多任务意味着更忙。我忙到连喝酒的时间都没有了。系统，我当初只是想摆烂。本系统知道。我当初只是想败家。本系统也知道。那现在是怎么回事？宿主目前声望值5000，历史排名大梁朝第3，前2位分别是开国元勋和治水圣人。宿主再努力一下，有望成为第1。我看着那个排名，沉默了很久。我本是酒吧男模，只想混吃等死。老天爷让我穿越成女人，我认了。系统逼我做好事，我也认了。可现在，我居然要名垂千古了。我端起桌上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罢了罢了，既来之则安之，摆烂不成，那就好好干吧。丁，系统升级中，升级完成。新功能解锁：建筑蓝图、科技树、外交使团。建筑蓝图、科技树、外交使团。我打开新功能，看到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东西。建筑蓝图里有水利工程升级版城市排水系统、桥梁建造、港口码头；科技树里有农具改良、纺织机升级、冶铁技术、火药配方；外交使团里有邻国关系图、贸易路线、文化输出。我的眼皮跳了跳。系统，你这不是让我建设大梁，你这是让我把大梁变成现代国家。本系统的最终目标是帮助宿主在这个时代实现文明进步。我不想进步，我只想摆烂。宿主当前声望值已超过阈值，无法退回，请继续努力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研究那些蓝图。半年后，我做了一件轰动朝野的事，改良火药。事情要从一次意外说起。我在研究科技树的时候，发现火药配方需要一种特殊的原料——硝石。我让人去采买，结果买回来的硝石纯度不够。我试着提纯，一不小心比例配错了，砰的一声，实验用的铁锅炸了。清河吓得尖叫，院子里的人全跑了过来。丞相老爹黑着脸问我是不是在炼丹。不是炼丹，是……我该怎么解释火药？总不能说我要造炸药吧？是什么？试试烟花。对，烟花。女儿想研究一种新的烟花，给皇上祝寿。丞相老爹半信半疑，但没再追问。消息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宫里，皇帝派人来问，说沈昭宁在研制新烟花，要献给朕。我只好硬着头皮说是。为了圆谎，我不得不真的开始研究烟花。好在我前世在酒吧工作的时候，逢年过节没少看烟花，对原理略知一二。我花了1个月的时间，调配出了几种新颜色的烟花，红色、绿色、紫色，还有会旋转的。皇帝50大寿那天，我在皇宫上空放了一场盛大的烟花秀，夜空被点亮，红的、绿的、紫的，交织成一幅幅美丽的图案，百官惊叹，百姓欢呼，皇帝龙颜大悦。沈昭宁，你这烟花
比往年好看10倍。谢皇上夸奖。朕要赏你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回家，但我说不出来。臣女想开一间烟花房。准了。烟花坊开张后，生意火爆，我把烟花卖到了全国各地，甚至通过外交使团出口到了邻国，银子哗哗的流进来，比酒吧赚的还多。但只有我知道，我研究的那个配方不只是能做烟花，如果配比再精确一些，如果原料再提纯一些，如果我不敢往下想。那天晚上，顾言之来找我，他已经成了我的幕僚，帮我处理各种事务。他看着我桌上那些瓶瓶罐罐，沉默了很久。沈大人，您研究的到底是什么？我看着他的眼睛。你想听真话？想。炸药。他的脸色变了。大人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那您为什么告诉我？我愣了一下。是啊，我为什么告诉他？也许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可以信任的人。因为你不会出卖我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大人，您太相信人了。也许，但我不信你，还能信谁？他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抬起头，笑了。大人，在下这条命是您救的，您让在下做什么，在下就做什么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别说的那么严重，我暂时还不想造反。他笑了，我也笑了。随着我的声望越来越高，朝堂上的暗流也越来越汹涌。一天，丞相老爹把我叫到书房，脸色凝重。昭宁，有人弹劾你。谁？御史台的人说你以权谋私，说你结党营私，说你蛊惑圣心。我笑了。爹，你信吗？我不信，但别人信。他看着我。昭宁，你太出挑了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你要小心。我知道。还有一件事。他顿了顿。皇上今天问我，你有没有许配人家？我的心猛地一跳。皇上什么意思啊？他想给你赐婚。赐给谁？还没定，但他说朝中几位大臣的公子都不错。我站在原地，脑子一片空白。赐婚？皇帝要给我赐婚？我一个大老爷们儿被赐婚给一个男人，这画面太美，我不敢想。爹，我不想嫁人。女儿家哪有不嫁人的？我还没玩够。丞相老爹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你自己跟皇上说去。从书房出来，我坐在院子里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心情复杂。系统怎么办？建议宿主提升声望值，达到8000以上，届时宿主将拥有足够的影响力，可以拒绝赐婚。8000，我现在才5000。本系统建议宿主加快任务进度。我叹了口气，开始规划下一步。为了提高声望，我决定干一票大的，建纺织厂。大梁的纺织业还停留在家庭作坊的阶段，效率低，质量差。我按照科技树里的纺织机升级蓝图，设计了一种新型纺织机，效率是旧式织机的5倍。顾言之看了我的图纸，惊得说不出话。大人，这是您设计的？您怎么懂这些？书上看来的。他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怀疑，但没有追问。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在京城城郊建了一座纺织厂，厂房是砖石结构的，里面安装了50台新型纺织机。我从民间招募了100多名女工，教他们操作机器。纺织厂投产那天，我亲自去查看，机器轰鸣，纱线飞舞，一匹匹布从机器里吐出来，又快又好。顾言之站在我旁边，看着这一切，眼神里满是震撼。大人，您这是改天换地啊？我只是想让百姓过得好一点。纺织厂的产品很快占领了市场，布匹质量好，价格还便宜，老百姓抢着买。其他商人不干了，联合起来打压我，降价、抢原料、挖工人。我不慌不忙，用更先进的技术、更高效的管理、更雄厚的资本，一个一个的碾压过去。1年后，我的纺织厂开到了全国7个省份，雇佣了上万名工人，我成了大梁最大的纺织业巨头。丁，主线任务完成，建立现代化纺织工业，奖励生存点加1000，声望加300，当前声望7000，还差1000。我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继续努力。声望涨到7000后，皇帝又召见了我，这次不是在御书房，是在御花园。皇帝穿着便服，坐在凉亭里喝茶，旁边没有太监，没有侍卫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坐。他指了指对面的石凳，我坐下，心里七上八下。沈昭宁，你知不知道朕为什么这么重用你？臣女不知。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不把朕当皇帝的人。我愣住了。其他大臣见了朕战战兢兢，说话小心翼翼，生怕说错一个字。你呢？你说话大大咧咧，想说什么说什么，有时候还顶嘴。他笑了。朕很喜欢。臣女不敢。你不敢？你有什么不敢的？你连火药都敢研究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的心猛地一跳。他知道。朕知道你在研究什么，但朕不怪你。他看着我。因为朕知道你不会害朕。皇上。沈昭宁，朕问你一个问题。皇上请说。你觉得朕这个皇帝当得怎么样？这个问题太大了，我斟酌了一下措辞。皇上励精图治，勤政爱民，是大梁的好皇帝。场面话就不用说了。他摆了摆手。
朕想知道你的真心话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那双眼睛里有疲惫，有孤独，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寂寥。我忽然有些理解他了。皇上，您太累了，您想把所有事都做好，但您只有一个人，做不完。他沉默了很久。沈昭宁，如果朕让你当官，你愿不愿意？臣女是女子。朕知道，朕可以破例。我的心跳加速了。当官儿？我一个穿越过来的酒吧男模，当官儿？皇上，臣女考虑考虑。好，朕等你答复。回到相府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想了很久。当官意味着更多的责任，更少的时间，更少的自由，但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权利，更大的影响力，可以更好的实现我的目标。如果我有目标的话。系统，你觉得我应该当官吗？本系统无法替宿主做决定，但本系统可以提供一个数据：宿主当前声望7000，若接受官职，声望有望突破1万。突破1万会怎样？届时，宿主将成为大梁朝声望第1人，历史排名第1，将解锁终极功能文明传承。文明传承听起来很厉害，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系统，如果我拒绝呢？拒绝后，声望将维持在7000左右。皇帝可能会对宿主产生不满，后续任务难度会增加。我叹了口气，怎么选都是坑。正纠结着，星河来报说顾延之求见。顾延之进来后，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有什么事就说。大人，在下听说皇上想给您赐婚。您答应了？没有。他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。你为什么关心这个？他的脸微微红了。在下只是觉得大人不应被婚姻束缚，大人是能做大事的人。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。顾延之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他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手足无措，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来。开玩笑的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别紧张。他低下头，耳朵根都红了。我心里叹了口气，这小子心思也太好猜了。经过一夜的思考，我做了一个决定。第二天，我进宫面圣。皇上，臣女想好了。说。臣女愿意当官，但臣女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臣女不当京官，臣女想去地方。皇帝愣了一下。为什么？因为地方更需要臣女。京城有皇上坐镇，有百官辅佐，不缺臣女一个。但地方上百姓疾苦，百废待兴，臣女想去做一些实事。皇帝看着我，看了很久。沈昭宁，你果然没让朕失望。谢皇上夸奖。好，朕准了。朕封你为江南道巡抚，兼领织造、水利、商贸3司。你想做什么，放手去做。谢皇上。从皇宫出来，我站在宫门口，看着头顶的蓝天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江南道巡抚，正3品，大梁朝第1个女官。丁，主线任务完成，接受官职，奖励生存点加1000，声望加300，当前声望7300。新任务开启，前往江南就任，实施新政。我骑上马，带着清河和顾延之一路南下，身后京城越来越远，前方江南越来越近。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，但我知道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只想摆烂的沈昭宁了。我策马扬鞭，踏上了新的征程。江南道的巡抚衙门设在江宁府，前朝留下的旧宅，3进3出的院子，青砖灰瓦，古树参天。我到的时候，衙门里的官吏列队迎接，为首的是一位姓周的师爷，50来岁，瘦得像竹竿，一双眼睛却金光四射。下官周文远参见巡抚大人。他拱手行礼，目光在我脸上转了一圈，又迅速低下去。我坐在大堂上，环顾四周，案牍堆积如山，墙壁斑驳，窗纸破了好几个洞，冷风灌进来，吹得烛火摇摇晃晃。这巡抚衙门比我相府的柴房还破。周师爷，前任巡抚呢？回大人，前任巡抚被调回京述职，至今未归，衙门里的事务暂由下官代理。代理了多久？半年。半年，也就是说，这半年里，江南道没有一把手，政务停摆，民生凋敝。我翻了翻案上的卷宗，眉头越皱越紧。积压的案件上百件，有水利纠纷、田产争夺、商税纠纷，命案悬而未决。最让我在意的是，江南道的粮仓账面上存粮50万石，但周师爷支支吾吾地说，实际存粮可能不到10万石。40万石的亏空去哪了？周师爷额头冒汗。这下官不知。前任巡抚离任时没有交接？交接了，但账目对不上。我放下卷宗，靠在椅背上，看着周师爷，他被我看得浑身不自在，不停地用袖子擦汗。周师爷，你在江南道多少年了？回大人，23年。23年，从一个小吏做到师爷，江南道的一草一木，你应该都清楚。大人明鉴。那我问你，江南道的粮仓亏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我的眼睛。大人，有些事不是下官不想说，是不敢说。有我在，你只管说。他咬了咬牙，压低声音。粮仓亏空是被当地豪绅吞了，他们与前任巡抚勾结，
低价买粮，高价卖到外地赚取差价。账目上的数字是做给朝廷看的。豪绅？哪些豪绅？江宁府的赵家、钱家、孙家，还有苏州府的周家。周家，我看了他一眼，他苦笑。正是下官的族亲，下官不敢徇私，但下官人威严轻，无力回天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，看着院子里的古树，树上有一只乌鸦，呱呱的叫着，像是在嘲笑这个破败的衙门。周师爷，我给你一个机会。大人请说。你把这几家的底细一五一十的写出来，写了我保你平安，不写我转过身看着他，你就是同谋。他跪了下来。下官写，下官写。第二天，周师爷送来了一份厚厚的卷宗，密密麻麻写满了字，我花了整整1天的时间看完，越看越心惊。赵家、钱家、孙家，号称江宁3大家，掌控着江南道的粮食、布匹、盐铁贸易。他们与地方官勾结，欺压百姓，垄断市场，甚至养了私兵，人数不下3000。3000私兵，这是要造反了！我把卷宗递给顾延之，你看看。他接过去看了半晌，脸色越来越凝重。大人，这些人不好对付，他们有财有势，还有武装。您初来乍到，根基不稳，如果贸然动手……我知道，硬碰硬不行，那就智取。大人有何打算？先打最弱的。我指着卷宗上的一个名字，钱家，他家是做布匹生意的，正好我懂布匹。顾延之眼睛一亮。大人的意思是？我要用商业手段，先搞垮钱家，断了赵家和孙家的一条臂膀。说干就干，我让人把我纺织厂的新型织机运了几台到江宁，在巡抚衙门后面的一间空房里秘密组装起来，然后我让顾延之去市面上散布消息。京城来的沈巡抚带来了一种新型织机，效率是旧式织机的5倍，而且织出来的布质量更好。消息传出去，钱家坐不住了。钱家家主钱万贯50多岁，肥头大耳，手指上戴着3个金戒指，走起路来浑身的肉都在颤。他亲自来巡抚衙门拜访，带了一车礼物，金银珠宝、绫罗绸缎，堆了半间屋子。沈大人，久仰久仰。他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，拱手行礼。我坐在大堂上，没起身。钱老板，客气了。沈大人，听说您带来了一种新型织机，小人想开开眼界。可以，不过这织机不卖。他的笑容僵了一下。不卖？不卖，但可以合作。如何合作？你出原料、厂房、人工，我出技术、管理、销售，利润5-5分。他的笑容彻底没了。5-5分？沈大人，您这是嫌多？那儿4-6分，你4，我6。你……他气得脸涨红，但很快又压了下去。沈大人，小人回去考虑考虑。好，我等你的答复。他走后，顾延之从屏风后面出来。大人，他不会答应的。我知道，但我不是要他答应，我是要他着急。着急？钱家是做布匹生意的，如果我扶持另一家布商跟他竞争，他的生意就会一落千丈。他着急了，就会犯错。他犯了错，我就有机会。顾延之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敬佩。大人深谋远虑。少拍马屁，去查一下江宁除了钱家，还有哪家做布匹生意做得比较大。是。3天后，顾延之带回了一个名字，李家。李家家主李善德是个50多岁的瘦小老头，做布匹生意做了30年，一直被钱家压着打，生意惨淡。我去拜访他的时候，他正在铺子里发愁，满屋子积压的布匹卖不出去。李老板，想不想翻身？我开门见山，他看着我，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。沈大人，您说的是？我给你提供新型织机，帮你改良工艺，帮你开拓销路，条件是你跟我合作，把钱家击垮。他的手在发抖。大人，钱家势大，小人得罪不起。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他咬了咬牙。好，小人跟您干。接下来的2个月，我暗中扶持李家，提供技术、资金、渠道。李家的布匹质量迅速提升，价格却降了2成，销量节节攀升。钱家的生意一落千丈，积压的布匹堆满了仓库，资金链断裂。钱万贯急了，他开始降价促销，但降了价就亏本，不降价又卖不出去。他又去找其他豪绅借钱，但赵家和孙家见风使舵，不肯出手相助。第3个月，钱家的布庄倒闭了，钱万贯欠了一屁股债，跑到巡抚衙门来哭诉，说是被李家陷害，被沈巡抚打压。我坐在大堂上看着他。钱老板，你欠朝廷的粮款打算什么时候还？他愣住了。什么粮款？前任巡抚在任时，你勾结他，低价收购官粮，高价倒卖，账目清清楚楚，你要不要看看？我让周师爷把卷宗拿上来。钱万贯翻开一看，脸白得像纸。这不是真的。要不要我把前任巡抚叫来对质？他已经被关在天牢里了。钱万贯瘫坐在地上，浑身发抖。沈大人，小人知错了，小人愿意补交粮款，求大人开恩。补交？你拿什么补？你的家产够补吗？他不说话了。最后，钱家的家产被查抄，
充公。钱万贯被判流放3000里，妻离子散。江宁百姓拍手称快，说沈巡抚是青天大老爷。丁，知县任务完成，铲除钱家，奖励生存点加500，声望加100，当前声望7400。我看着那个数字，心想还差2600，路还长。钱家倒了，赵家和孙家坐不住了。赵家家主赵伯涛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，瘦高个，戴着一副金丝眼镜，看起来像个读书人，实则心狠手辣。他派人送来一封信，邀我去赵府赴宴。鸿门宴。顾延之看着信，皱起眉头。我知道。大人，您不能去。我不去，他就以为我怕他。我把信放下。去，当然要去，但不是一个人去。我让顾延之暗中调集了300官兵，埋伏在赵府周围，又让周师爷准备好赵家的罪证，万一翻脸，就当场拿下。赴宴那天，我穿着一身银白色的长袍，头发竖起，腰佩长剑，带着顾延之和4个护卫，骑马去了赵府。赵伯涛在门口迎接，笑容满面。沈大人，大驾光临，蓬荜生辉。我下了马，拱手还礼。赵老板客气。进了大厅，酒菜已经摆好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。赵伯涛请我上座，亲自给我倒酒。沈大人，小人敬您一杯。我端起酒杯，闻了闻，没喝。赵老板，酒里不会有毒吧？他的笑容僵了一下。大人说笑了，小人怎敢？那就好。我放下酒杯。赵老板，我今天来不是来喝酒的，我是来跟你谈事的。大人请说。钱家已经倒了，你赵家打算怎么办？他的笑容彻底没了。沈大人，您这是要赶尽杀绝？不是赶尽杀绝，是给你们一条活路。我站起来，走到他面前。交出私兵，交出非法所得，老老实实做生意，我保你平安。否则怎样？否则钱家就是你的下场。他看着我，眼睛里闪过一丝阴狠。沈大人，您以为您能活着走出赵府吗？话音刚落，大厅四周涌出几十个黑衣壮汉，手持刀剑，把我们团团围住。顾延之和4个护卫拔出刀，护在我身前。我没有慌，我端起那杯酒，喝了一口。赵伯涛，你以为我没有准备吗？我吹了一声口哨，外面响起了喊杀声，300官兵从4面8方冲进赵府，与赵家的私兵混战在一起。赵伯涛脸色大变。你养私兵3000，朝廷早就知道了，今天就是收网的日子。他瘫坐在椅子上，面如死灰。赵家被查抄，赵伯涛被押送京城，交由刑部审理。赵家的私兵被收编，家产充公。江宁百姓再次拍手称快。丁，知县任务完成，铲除赵家，奖励生存点加500，声望加100，当前声望7500。赵家和钱家都倒了，孙家坐不住了。孙家家主孙世清是个60多岁的老头，头发花白，但精神矍铄。他没有像赵伯涛那样摆鸿门宴，而是亲自登门，带着厚礼来巡抚衙门求见。沈大人，小人知错了。他跪在地上，老泪纵横。小人愿意交出私兵，交出非法所得，只求大人饶小人一命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叹了口气，这老头倒是识时务。孙老板，你的罪不比赵钱两家轻，但你既然主动认罪，我可以从轻发落。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孙家交出了3000私兵，退还了非法所得，补交了2款。孙世清被罚了3年俸禄，软禁在家，不得外出。孙家的产业被重组，由官府监管经营。丁，知县任务完成，铲除孙家，奖励生存点加500，声望加100，当前声望7600。江宁3大家不到半年全部覆灭，百姓们奔走相告，说沈巡抚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。我坐在巡抚衙门里，看着堆积如山的卷宗，心里却没有多少喜悦，因为我知道这些豪绅背后还有更大的势力。周师爷告诉我，赵伯涛在被押送京城之前说了一句话：沈昭宁，你以为你赢了，京城里有人会替我报仇的？京城里有人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1个月后，京城来了一个人，不是皇帝派来的，是丞相老爹派来的。来的人是我同父异母的弟弟沈昭远。沈昭远今年18岁，长得一表人才，是二姨娘的儿子。他在京城国子监读书，成绩优异，深得丞相老爹的喜爱。他来江南，说是奉父命给我送家书，但我看他看我的眼神，就知道没那么简单。姐姐，父亲让我问你什么时候回京。他坐在客厅里喝着茶，笑眯眯的。回京？我在这儿还没干完活，回什么京？父亲说你一个女子在外抛头露面，总归不好，该回去议亲了。我差点把茶喷出来。议亲？议什么亲？父亲说京城好几家公子都托人来说亲，想娶姐姐。我放下茶杯，看着他。沈昭远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二姨娘让你来的？他的笑容僵了一下。姐姐，你怎么？我怎么知道？因为你们那点心思写在脸上呢。他不说话了。回去告诉二姨娘，我的婚事不劳她操心，我自己会处理。他站起来，脸色有些难看。姐姐，父亲也是为了你好。为我好，还是为了你们好？
我看着他，沈昭远，我不在京城这半年，二姨娘没少在父亲面前说我坏话吧？他的脸涨红了。姐姐啊，你……行了，你回去吧，家书我收下了，其他的不用再说。他愤愤地走了。清河在旁边小声说：“小姐，五少爷好像生气了。”生气就生气，他生他的，我过我的。沈昭远走后，顾言之来找我，他站在书房门口，欲言又止。进来吧，杵在门口做什么？他走进来，坐下，低着头不说话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大人，您真的要回京议亲？我愣了一下。谁说的？五少爷走的时候跟衙门里的人说的，说你要回京嫁人了。我忍不住笑了。他倒是会传话，我什么时候说要嫁人了？顾言之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有光。大人，您不嫁，我嫁给谁？京城那些公子哥，我一个都看不上。他松了一口气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我看着他，他的脸又红了。在下只是关心大人。关心我，还是关心你自己？他张了张嘴，说不出话。我叹了口气。顾言之，我跟你说过，我现在不想谈这些，我有太多事要做，没工夫儿女情长。在下明白，在下只是希望大人知道，在下永远站在大人这边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有些触动，这小子倒是真心实意。知道了，回去干活吧。他站起来，行了个礼，转身走了。走到门口，又停下来。大人，如果有一天您想嫁人了，能不能考虑一下在下？没等我回答，他就跑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哭笑不得。沈昭远走后没几天，京城又来了一封信，不是丞相老爹写的，是皇帝亲笔写的。信上只有几句话：沈昭宁，朕听闻你在江南干得不错，但有人参你，说你拥兵自重，图谋不轨。朕不信，但你要小心，京城里有人想动你。我把信递给顾言之，他看完脸色凝重。大人，有人在背后搞鬼。我知道。会不会是赵伯涛说的那个人？有可能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窗前。但我不怕，我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大人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属下建议多调些人手，加强戒备。好，你安排吧。顾言之去安排了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院子里的古树，树上那只乌鸦还在呱呱地叫着，像是在提醒我，危险正在靠近。系统，京城里想动我的人是谁？数据不足，无法确定，但根据声望值和各方情报分析，最有可能是二皇子一党。二皇子，皇帝的第二个儿子，生母是贤妃，在朝中势力很大，他一直在跟太子明争暗斗，争夺储位。我之前在京城的时候跟他没有交集，他为什么要动我？系统，二皇子跟江南三大家有没有关系？推测有，赵家曾向二皇子府输送大量银两，作为政治现金。原来如此，我动了赵家，等于动了二皇子的钱袋子，他当然要报复。系统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建议宿主加快新政实施，提升声望，同时收集二皇子的罪证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收集二皇子的罪证，我一个巡抚怎么收集？本系统可以协助宿主解锁新功能情报网络。情报网络，我打开系统面板，看到了一个新的界面，上面标注着全国各地的情报节点，包括京城、江南、蜀中、岭南，每个节点都有线人，可以收集情报。这些线人是谁？本系统通过声望值和金钱招募的民间情报人员，宿主可以通过他们获取各方信息。我花了1000生存点，激活了京城的情报节点。很快，一份关于二皇子的初步报告送到了我手上。二皇子名萧景琰，今年28岁，他在朝中拉拢了一批大臣，包括兵部侍郎、户部郎中、大理寺少卿。他还在暗中豢养私兵，人数约5000，藏在京郊的山谷里。他与江南三大家有金钱往来，每年收受的贿赂不下100万两。我看着这份报告，心想这小子胆子不小，5000私兵，这是要造反吗？系统，这些证据够不够扳倒他？不够，目前只有间接证据，需要更直接的证据，比如他与其他大臣的密信、私兵的账目等。继续查。情报收集的同时，我没有停下新政的推行。水利方面，我组织民工疏通了江南道的主要河道，修建了10几座堤坝和水闸。当年夏天，江南道虽然也下了大雨，但没有发生洪涝灾害，百姓们感激涕零，说沈巡抚是他们的救命恩人。农业方面，我引进了新型农具、驱园犁、桶车、风车，提高了耕作效率。我还从系统商店兑换了高产作物种子、占城稻、玉米、红薯，推广给农民种植。当年秋天，江南道的粮食产量比往年增加了30%。商业方面，我降低了商税，打击了垄断，鼓励自由贸易。江南道的商业迅速繁荣起来，商铺林立，客商云集。我的纺织厂、烟花坊、酒吧生意越来越好，银子像流水一样涌进来。教育方面，我创办了10几所学堂，免费招收贫寒子弟入学。我还设立了奖学金，资助优秀学生进京赶考。赵元起之后，又有几个寒门学子通过我的资助考中了进士。社会福利方面，
我扩建了孤儿院和养老院，收留了上百名孤儿和孤寡老人。我还设立了济贫基金，每月给贫困户发放粮食和衣物。新政推行1年后，江南道焕然一新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商业繁荣，治安良好。朝廷派来的御史巡查后，回京禀报皇帝，说沈昭宁是百年难遇的治世能臣。丁，主线任务完成，江南道新政，奖励生存点加1000，声望加300，当前声望7900。皇帝下旨嘉奖，赏赐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，还升我为江南道总督，兼领军政大权。我成了大梁朝第1个女性总督，正2品。消息传到京城，二姨娘的脸色想必很难看。沈婉清估计气得摔了好几个花瓶。我坐在总督衙门里，喝着茶，心想，这就是打脸的感觉吗？还挺爽。新政推行顺利，但顾延之最近有些不对劲，他经常一个人发呆，工作也心不在焉。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支支吾吾不肯说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总督衙门，指明要见顾延之。那个男人40多岁，穿着考究，举止优雅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他见到顾延之，眼眶红了。延之，我是你父亲。顾延之愣住了，原来顾延之的父亲不是普通的小吏，而是前任礼部侍郎顾成章。15年前，顾成章因卷入朝廷党争，被罢官流放。他怕连累家人，就与妻子和离，把年幼的顾延之托付给一个老仆人，独自去了流放地。老仆人带着顾延之隐姓埋名，来到江南，假称是河道小吏的后人。我母亲呢？顾延之的声音在发抖。你母亲，她改嫁了，在我被罢官后第2年，她就改嫁了。顾延之站在那里，浑身发抖。我走过去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你先冷静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那个男人。你为什么现在来找我？因为你出息了，你是沈总督的幕僚，前途无量。我想认回你。顾延之笑了，那笑容很冷。我被流放的时候，你不来找我；我母亲改嫁的时候，你不来找我；我寒窗苦读的时候，你不来找我。现在我出息了，你来找我了。言之，你走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那个男人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但最终还是转身走了。顾延之坐回椅子上，低着头，肩膀微微发抖。我给他倒了一杯热茶，放在他面前。喝吧。他端起茶杯，手在抖。顾延之，不管你是谁的儿子，你都是我的幕僚，这一点不会变。他抬起头，看着我，眼眶红了。大人，谢谢你。别煽情了，喝完茶去干活，还有一堆事儿等着你呢。他笑了，笑得有些苦涩，但眼里有了光。顾延之的父亲走后没几天，总督衙门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一个中年文士，自称是二皇子府的门客，姓韩。他带来了一封信，是二皇子亲笔写的。信上说，二皇子欣赏我的才能，想与我合作。如果我愿意支持他，他可以在事成之后封我为侯爵，世袭罔替。我把信看完，放在桌上，看着那个韩先生。二皇子想让我做什么？大人只需在江南道保持中立，不干涉朝廷事务即可，其他的殿下自有安排。保持中立，也就是说不支持太子。大人是聪明人，不用在下多说。我笑了。韩先生，你回去告诉二皇子，沈昭宁是大梁的臣子，只效忠皇帝，不参与党争。韩先生的脸色变了。大人，您可要想清楚，殿下不是好惹的。我知道，但我也不是好惹的。我站起来。送客。韩先生愤愤地走了。顾延之从屏风后面出来，脸色凝重。大人，您这样拒绝二皇子，他会不会？会，他肯定会报复，但我不能跟他合作。他是个心狠手辣的人，跟他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加紧收集他的罪证，同时联络太子，看看能不能结盟。太子会相信我们吗？试试看。我写了一封信，让人秘密送到京城，交给太子。信上说了二皇子拉拢我的事，以及我拒绝的立场。我还附上了一份二皇子收受江南3大家贿赂的证据副本。太子很快回了信，信上说他很感谢我的忠诚，愿意与我结盟。他还说他已经收集了二皇子的一些罪证，等我回京时一起商议。丁，知县任务触发，协助太子扳倒二皇子。任务要求收集二皇子更多罪证，在合适的时机交给皇帝。任务奖励生存点加1000，声望加500。我看着那个任务，心想这又是要搞大事啊！就在我忙着收集二皇子罪证的时候，江南道出了一件大事，苏州府的粮仓被人纵火，烧了整整1夜，30万石粮食化为灰烬。我赶到现场的时候，火已经灭了，但粮仓成了一片废墟，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味。谁干的？我问苏州知府，知府姓吴，是个40多岁的胖子，满头大汗。下官不知。不知？粮仓种地，守卫森严，怎么会被人纵火？下官我懒得听他解释，让顾延之去查。3天后，顾延之带回了一个名字，周家。周家就是之前周师爷提过的那个周家。周家是苏州府的豪绅，与赵家、钱家、孙家齐名。但之前我动江宁3大家的时候，周家因为不在江宁，逃过一劫。现在他们动手了。周家为什么要烧粮仓？报复。
周家与赵家有姻亲关系，赵家倒了，周家一直怀恨在心。这次纵火是周家家主周世荣指使的。证据呢？抓住了几个纵火犯，他们供出了周世荣。我拍而起，拿下周家。3000官兵包围了周府，周世荣被当场抓获。在他的书房里搜出了大量与二皇子往来的密信，以及一份私兵名册。周家养了2000私兵，与二皇子的私兵遥相呼应。我看着那些密信，心里倒吸一口凉气。二皇子不仅在京城附近养私兵，还在江南养了周家这个外援，他是真的想造反。丁，支线任务更新，收集到二皇子与周家勾结的罪证，任务进度50%。我把密信和名册小心收好，这些都是扳倒二皇子的关键证据。周家被查抄后不久，京城传来消息，皇帝病重。消息是丞相老爹派人送来的，信上说皇帝已经卧床不起，太医说是积劳成疾，需要静养。但二皇子趁机在朝中活动，拉拢大臣，打压太子，朝局动荡，人心惶惶。大人，我们要不要回京？现在回去太早了。我看着地图，二皇子还没露出马脚，我们现在回去反而打草惊蛇。那怎么办？等他出手，他忍不住的。果然，半个月后，二皇子出手了。他让人在朝堂上弹劾太子，说太子勾结边疆将领，意图谋反。皇帝病重，无力处理朝政，太子被软禁在东宫。消息传来，我坐不住了。大人，现在怎么办？回京。我留下顾延之在江南坐镇，自己带着300亲兵，日夜兼程赶往京城。路上，系统弹出了提示：丁，主线任务触发，京城风云。任务要求保护太子，揭露二皇子阴谋。任务奖励：生存点加2000，声望加1000。我看着那个奖励，心想，这次要是成功了，声望就能突破9000，离1万不远了。我策马扬鞭，冲向京城。